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。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离群的候鸟，飞得精疲力尽，却找不到一片可以栖息的陆地？城市的灯火璀璨，却没有一盏为你而亮。那份深入骨髓的孤独与无力，几乎要将你吞没。如果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，那么今天这本书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就是写给你的。它不是一个关于成功逆袭的童话，而是一首写给每个在平凡生活中挣扎、跌倒又咬牙爬起的普通人的叙事诗。这本书的作者张嘉佳，他本人就是一个在文字里淬炼过灵魂的讲故事的人。他曾用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抚慰了无数都市夜归人的心，而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被很多人视为他更深情、更回归本心的一部作品。他写这本书时，或许已褪去了年少时的华丽与不羁，将目光从都市的喧嚣繁华投向了记忆深处那个炊烟袅袅的故乡。他笔下的云边镇不是凭空想象的乌托邦，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拥有或渴望拥有的精神原乡，那里藏着我们最初的来路和最深的牵挂。故事的主人公叫刘13，他太普通了，普通的像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为生活奔波的年轻人，甚至像我们自己。他在云边镇长大，和开小卖部的外婆王英英相依为命。他有一个笔记本，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他所有的人生计划：考取清华北大，去大城市生活，找一个心爱的姑娘，闪闪发光的过一生。这个笔记本是他的圣经，是他对抗平凡命运的武器。你看，我们谁没有这样一个笔记本呢？它可能不在纸上，而在我们心里。我们曾那么笃定地相信，只要努力奔跑，就一定能抵达梦想的彼岸。然而现实是冰冷的城墙，刘13拼尽全力，只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。在城市里，他做着一份底层的保险工作，业绩垫底，被上司羞辱，被恋人抛弃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在出租屋里活得如同一滩烂泥。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70岁的外婆，那个开着拖拉机骂骂咧咧，却比谁都硬朗的老太太，驾驶着他那辆古老的拖拉机，连夜奔波几百里，将他从城市的废墟里绑回了云边镇。回到云边镇，故事才真正开始。这里的时间流淌得很慢，空气里有稻香和雨后青石板的味道。他重逢了年少时遇见的神秘女孩程霜。这个像夏日骄阳一样灿烂的女孩，从小到大，每一次冒险逃离医院出现在他面前，都会说：刘13，你好啊，要不我做你女朋友吧。程霜的身体里埋着一颗定时炸弹，她不知道生命何时会走到尽头，但她活得那样用力，那样绚烂，仿佛要把一辈子的光都在此刻燃尽。他成了刘13卖保险的暴力搭档，陪他翻山越岭，去搞定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保单任务。除了程霜，还有那个古灵精怪、没有父母的小女孩球球，她抱着刘13的腿叫爸爸。还有外婆王英英，用她粗糙却无比温暖的方式守护着这个不成器的外孙。小卖部里昏黄的灯光，灶台上永远热着的饭菜，就是刘13最后的港湾。故事就在这种既温馨又心酸的基调下推进。刘13为了一个1001份保单的赌约，在云边镇的山水人间磕磕绊绊地努力着。他见证了小镇上形形色色的人生，为爱情烧掉赌场的毛志杰，苦苦等待儿子归来的老李老师，失去女儿后开赌场的毛婷婷。他在别人的故事里慢慢读懂了自己的生活。如果故事一直这么温暖下去，该多好。但命运总会在你最猝不及防的时候露出它最残酷的獠牙。书中有2个场景，像2把钝刀割得人心生疼。第一个是外婆王英英的离去，那个能开着拖拉机把她拖回家，能拿着扫帚满镇追着她打，能做出全世界最好吃的红烧肉的外婆倒下了。原来她早就得了癌症，她那么强悍地撑着，只是为了给这个没出息的外孙再多一点依靠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光，她给刘13留了录音笔，里面是她絮絮叨叨的叮嘱和那一声声压抑着的沉重的呼吸。刘13在大雪封山的除夕夜，冒着风雪爬上山，为外婆挂一盏长明灯。他跌倒了又爬起，哭喊着：王英英，你不够意思，王英英，你小气鬼，王英英，你说走就走，你不够意思。那盏在风雪中摇曳的灯笼，微弱却固执地亮着，
就像外婆从未说出口，却如山如海的爱。那一刻，你发现那个为你遮风避雨的山塌了。第二个重击来自成双，这个像萤火虫一样用生命发光，照亮了刘13整个灰暗人生的女孩，最终还是回到了她的医院。她留给刘13一张字条，上面画着云边镇和一对依偎的男女，旁边写着一行字：生命是有光的，在我熄灭以前，能够照亮你一点，就是我所有能做的了。我爱你，你要记得我。成双。这缕光最终还是熄灭了，他用自己的方式教会了刘13什么是爱，什么是活着。他来过，爱过，绚烂的燃烧过，然后安静的离开了。所以云边有个小卖部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它不是在讲一个失败者如何逆袭成王，而是在探讨，当我们注定要失去所爱的一切，当梦想破灭，亲人离去，挚爱消散，我们活着的意义究竟在哪里？刘13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诗句里。他从外婆身上学会了爱，是沉默的守护与不计回报的付出。那个小卖部不仅仅是贩卖货物的地方，它象征着一种永恒的接纳与等待。无论你在外面受了多少伤，总有一个地方，一盏灯，一个人在等你回来。他从成双身上学会了，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，而在于宽度与温度。成双用他短暂却炽热的一生，诠释了什么叫向死而生。正因为知道终点在何处，才更要拼尽全力去爱，去经历，去照亮他人。他让刘13明白，他并非一无所有，他曾被这样一道耀眼的光芒，深深而真挚地爱过。这本书剥开了生活华丽的糖衣，露出了内里苦涩的核，然后轻声告诉你，希望和悲伤都是一缕光。它们从来不是对立面，而是交织在我们生命经纬中的双生花。悲伤让我们深刻，而希望让我们在深刻之后还能继续前行。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可能成不了英雄，只是像刘13一样在泥泞里打滚的普通人，但我们依然可以成为某个人的山，某个人的光。对于外婆王英英来说，刘13是她的光；对于成双来说，照亮刘13是她生命的意义；对于小女儿球球来说，刘13就是她全部的依靠。活着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，而在于你为所爱之人付出了多少；不在于你登了多高，而在于你跌倒后是否还能为了那些需要你的人选择继续走下去。合上这本书，你会泪流满面，但心里却不是一片荒凉，反而会生出一种温柔的坚定。我们哭着来到这个世界，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开，而中间这段人生充满了相遇与告别。但正是这些相遇，这些哪怕短暂却真挚的温暖，构成了我们对抗世界所有荒谬与苦难的勇气。所以，我的朋友，今晚入睡前不妨问问自己，在你的生命里，谁是你的王英英，用最朴素的方式给了你最厚重的爱？谁又是你的成双，像一束光曾照亮过你某段灰暗的旅程？而你自己又能否成为别人的那盏灯，哪怕光芒微弱，也能在风雪夜里给他们一点前行的力量。希望和悲伤都是一缕光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